2年前我们做了一期 Win 加 ARM 的 PC 平板评测视频，在那个视频里我们总结了一个结论：2022年 Win 加 ARM 这个组合兼容性仍是短板，很难代替普通老百姓手里的 X86 PC 产品。2年之后，我们拿到了 Win 加 ARM 的新品，这是一台搭载了高通骁龙 X Elite 处理器的华硕无畏 Pro 15。它运行着最新的 Windows 11系统，是基于 ARM 架构的。经历过2年时间的磨砺，现在的它真像高通喊出的让 PC 涅槃重生吗？那这期视频我们就从芯片、兼容性、性能、续航这4个大方面来重新了解一下这位朋友吧。照例先来看一下它的配置 ，SoC 是骁龙 X Elite X1E78100，里头包含了12核的 Orion CPU， 最大频率 3.4G 赫兹，核显示 Adreno X185 也是自研的，还有 Hexagon NPU， 宣称支持45 TOPS 的算力。内存为板载，容量 32GB， 规格是 LPDDR5X 8448兆赫兹，硬盘是 1TB 的三星 PM9C1， 屏幕是一块15英寸 2.8K 分辨率120赫兹刷新率 100% P3 色域的 OLED 面板，它的参考售价是8199元。对比一下同为 Pro 15的酷睿 Ultra 7 155H 版本，价格贵了接近2000元。不过从一些官标参数来看，这2个电脑的重量、接口、内部布局都不一样，不是同一个模具。骁龙版大概率是由酷睿版改良过来的，所以价格没有办法直接横比啊，当做简单参考吧。高通骁龙处理器的电脑并不是比巴第一次接触了，之前呢我们就测试过基于 8C X Gen 3的华为 MateBook E-Go， 它相当于是把手机芯片直接移植到了 PC 上，再搭载一些主流的 PC 外围配置，比如 2K 触控屏、大容量电池、LTE 上网，再配合上它的核心 Windows 系统，组成了这么一个以低功耗、便携为特点的 Windows 设备。可是，在当年，这类产品可谓是千夫所指啊！主要问题就在于性能和兼容性。8C X Gen 3是一颗4大加4小核的处理器，没有超线程，频率也只能跑到可怜的 3.0 加 2.4G 赫兹 ，IPC 也没能达到同代处理器的水平，导致单核、多核性能都挺弱的。而且那时候大部分 Windows 的软件都是基于 X86 平台开发的啊，想要在 ARM 处理器的电脑运行，需要进行转译，转译是有性能损失的。这就令性能本来就羸弱的它雪上加霜了。2年过去了，同样的问题来到了 X Elite 这里，这位新兵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就来了解它一下。我们尝试画了一张骁龙 X Elite 内部结构图。先来说下处理器部分，高通这次呢并没有沿用 ARM 公版的 Cortex X5 方案，而是用了自研的 Orion 架构。目前 X Elite 有 X1E 的12核和 X1P 的10核2大版本， X1E 上面还有几个分支版本。大杯和超大杯的几颗是支持单双核加速频率的，我们的这颗中杯就没有，意味着在单核性能上这几颗处理器应该是会拉开差距的。以我们拿到的这颗中杯 X1E 78100来举例，12核实际上分为3个簇，每簇4颗核心，共享12兆的 L2 缓存，还是没有超线程。除了 CPU， 处理器模块还包括了这个 Hexagon NPU， 官方对它的介绍主要集中在 Copilot 加。可惜啊，目前国内这个东西还没有办法上，所以一些微软官方支持的功能，像 Recall 啊、Co-Creator 啊，目前在国内的用户就享受不到了，只能寄希望于 OEM 推出的各类软件助手和第三方软件的支持。内存方面 ，X Elite 有独立的内存控制器，支持8通道16比特的 LPDDR5X 内存，因此目前上市的型号只有板载内存，没有办法自行升级。理论最大是 64G 的容量，目前最高频率8448兆赫兹，这个数字比较少见啊。似乎是把原本外屏的133换成了132，这样频率也就从8533变成了8448。而连接模块除了3个 USB 4以外，还支持额外的2个 USB 10G 以及多个内建的 USB 2.0。外设方面，芯片默认给高通外挂的 X65 5G 基带和 Fast Connect 7800无线网卡预留了 PCIe 通道，无线支持 WiFi 7和蓝牙 5.4，5G 基带也是高通的绝活啊，不用过多介绍了。可惜的是，目前上市的机型没有一台搭载 5G 上网，本来应该也算是一个大卖点啊，结果没有落实下来，相当遗憾啊。说回 PCIe 通道 ，PCIe 4.0 一共给了12条，如果不搭载内置独显的话，对它来说应该也是够用的。大部分接口做了原生支持，除了 M2 硬盘位，也不需要太高的扩展性了。最后是多媒体模块，也是我们熟知的核显部分。这次的 GPU 用的是高通自家的 Adreno X185。不同版本的 X Elite 对应的频率是不一样的，78100和80100对应的是 3.8T flops， 更高的2颗则是 4.6T flops。
不过明面上讲，这两颗 GPU 是同一型号，意味着更高的那颗可能只是超了一下频。78100上面读到的是1250兆赫兹，可以推测出更高的那颗大概是1500兆赫兹。那 API 方面，现版本的驱动原生支持 D-12、D-11、OpenGL 3.0和 Vulkan 1.3，具体的表现呢还得看实测效果。那除了核显，多媒体模块里还包含了专门的 VPU， 也就是解码单元，最高达到 4K120 的解码和 4K60 的编码，主流格式像 H.264、H.265、AV1 都有原生支持。而 DPU 也就是输出模块，内建了 eDP 1.4B， 内屏最高支持 4K60 或者 3.2K 120，外接则支持 DP 1.4A， 可以输出 5K 60赫兹，默认就支持输出3个屏幕啊，这比苹果的 M 系列良心多了呀。但是比较迷惑的是，官方似乎没有原生支持 HDMI， 如果想搭载 HDMI 接口，那就只能从 DP 转接，这就意味着需要额外芯片的支持。作为一台 PC， 这个方案并不是那么友好。我们还发现啊，虽然官网没有明确说明，但是 X Elite 它其实是支持外接显卡的。这台机器自带了全功的 USB4， 同时也兼容雷电，所以说我们用雷电显卡坞外接了手边的一张 N 卡，系统内确实能够读到这张显卡。不过目前 ARM 系统的它没有驱动，直接用64位的驱动也打不上，最终没有办法让这张 N 卡跑起来。芯片架构看完了，大家觉得新的高通处理器怎么样呢？既然要在 PC 上用，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相比成熟的 X86 平台，ARM 架构的软件兼容性现在到底能不能满足日常使用呢？上一次从 X86 切到 ARM 的厂商是苹果，苹果针对以前的老软件做了 Rosetta 2，负责转移 X86 的软件到 ARM 运行。毕竟苹果硬件软件都是自己做的，在架构切换这块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而 X Elite 的笔记本由于搭载的是微软的 Windows 系统，那软件上的问题就只能交由微软解决了。这次微软的解决方案是 Prism 无感转移，跟 Mac 的 Rosetta 2不太一样。打开 X86 的软件，它不需要等它读条，直接就能运行。值得一提的是，转移的软件比原生的会占用更多的内存，对内存容量也是一个考验。任务管理器的体系结构能读到它是原生运行还是转移运行，方便你直接判断它是否做了原生适配。我们在2年前已经给 8C X Gen 3做了一次兼容性相关的测试，那这次我们也挑选了差不多50个应用，在这台新的笔记本上运行试试看。首先是聊天社交类软件，目前国内最常用的2大社交软件 QQ 和微信完全兼容， QQ 甚至已经推出了 ARM 的版本，而微信则是64位转译运行。这2个软件用起来都很流畅，特别是 QQ 基本上是指哪儿打哪儿。接下来是轻度工作专区， Office 套件全部为 ARM 原生版本，用起来很流畅。但是国内用户更加青睐的 WPS 在 Windows 上没有原生支持，只能转译运行32位的版本。工作沟通方面，大家用的最多的应该是钉钉、飞书和企业微信，这3个软件使用的情况就要比上面的几款稍微差一点了。企业微信只有32位的客户端，如果机器在最佳能效模式下使用它，会有明显的迟滞感，点选总觉得慢一拍。那切换到最佳性能模式之后，就情况好很多了。飞书客户端也是32位转译，同样也有慢一拍的情况，点击完需要等个1到2秒加载，部分界面会卡顿更长时间。最佳性能下依旧如此啊。钉钉的客户端呢，虽然是64位的，但是也没好到哪儿去，扫码登录之后也能感受到反应有点慢。所幸啊，这几个软件基本的功能都还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没有出现报错或者长时间卡住不动。工作少不了文件上传和下载啊。百度网盘虽然不是原生，但是呢能正常上传下载文件，流畅运行没有问题。解压缩软件推荐使用7zip，有原生的 ARM64 的版本，可以正常运行。我们测试了更多人用的 Win212，是转译运行的，解压性能呢可能会有些损失，但运行起来一切正常。来到一些更加垂直的工作领域，首先来试一试一些以前运行不了的软件。首先是财务类软件，银行 U 盾是不行的，农行 K 保助手能正常识别甚至读到证书，但是到了登录页面提示没有读到 U 盾，不知道其他银行 U 盾是否支持。接下来是人事类软件，我们测试了上海要用的社保、税务、公积金软件，它们都需要加密的 UKey 支持，理论上是不能跑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居然都能正常运行使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啊。另一工种，代码相关的软件，之前我们测试了 Android Studio、Visual Studio 和 VS Code， 这几个是没问题的。VS Code 和 Visual Studio 也是原生版本，微软自家的软件果然还是适配的很及时啊。JetBrains 家的 PHP Storm 也有原生 ARM64 的适配，其他更多的软件插件的适配情况我们就不太了解了。
欢迎用过的小伙伴在评论区里补充。另外还有一些工科类的软件，这方面我们接触的很少，没有办法给大家更多参考，还请见谅啊。如果你有需求，可以在软件官网里面看看能不能找到ARM64的版本，或者最好是64位的版本，这样能兼容的概率会比较大。接下来是一些我们自己工作中常用的创意生产类软件，先看 Adobe 吧。Photoshop 和 Lightroom 官方宣称是原生支持 ARM64的，但是当我把 Adobe Creative Cloud 装好之后，里头并没有 Lightroom， 还能这样？我们尝试找了一个学习版的 Lightroom， 安装提示报错，看来应该有安装对应的 ARM64版本，只好作罢。PR 安装时会提示 ARM 版本还在开发，其他软件呢则没有对应的入口，应该是没有做适配。达芬奇19的测试版呢倒是明确支持 ARM64， 下载安装一切非常顺利，做一些简单剪辑完全 OK。看完了工作方面，接下来是常用的娱乐专区。爱优腾虽然都是转译运行，但都挺流畅的，没什么 bug。B 站、斗鱼客户端也能够正常运行，虎牙客户端倒是出现了只有声音、画面卡住的情况，不兼容。不过这些平台基本上都是能够网页观看的，我认为对于轻度娱乐是可以完全胜任的。那接下来是一些更深度的娱乐，我们来试试玩游戏吧。简单的游戏，原神、崩铁都是能玩的，下载安装一条龙，打开能够完全运行，就是帧率看着不是很流畅。一些我们常测的网游也跑了一下，DOTA 2进去会稍微卡一会儿，然后可以正常运行。斧王岛帧数看着还行，观战帧数一塌糊涂，伴随着莫名其妙的卡顿。CS2 能够正常进入游戏，但是游戏里开枪或者碰到人的时候会出现非常离谱的盾卡，没有办法玩。FF14 古墓丽影暗影的 benchmark 能够正常运行，其他的几个游戏兼容情况呢，我们也打在了屏幕上，大概是仅限于能打开进入游戏这个水平。好的，看完了兼容性测试，大家对于这台 X Elite 能干什么应该已经有一定了解了。说实话，这个兼容性的表现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原生支持的软件比2年前多了不少，可用性呢也很高。没有原生支持的软件也基本上能够转译运行，下载、解压等常用的操作呢都能够做到，就是游戏表现不太好啊。除了不用性能的游戏，其他玩起来体验比较差，但也相比以前那种进都进不去要强多了。那么问题来了，目前市面上主流的 PC 产品还都是 X86 架构，那我为什么要从成熟的 X86 平台切换到 ARM 平台呢？对比 X86 ，ARM 平台的骁龙 X Elite 有什么优势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依次看看各个项目的对比表现吧。首先来看性能部分，既然大家已经知道了 ARM 平台的软件分为原生运行和转译运行，那么性能测试我们也分成2部分，原生和转译。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功耗，目前常规的 Windows 测试软件只能读到温度情况，读不到 SOC 的功耗，因此我们就只能通过 PowerZ 来测量它的输入功耗，以此来推测它的 SOC 功耗是多少。虽然不太严谨啊，但是目前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请各位见谅吧。首先来看 CPU-Z， 这个测试是 ARM64 原生的 X1E78100 多核跑到了8147分，单核685分，横比 X86 平台多核成绩比65瓦的 Ultra 9 185H 低了 3%， 比65瓦的 R9 8945HS 要高 10%， 单核成绩略低于 8945HS， 比185H 低了 15%。比较有趣的是 CPU-Z 分别对这2组核心进行跑分时，它们的单核性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只调用核心数多的那一组跑，单核会提升到693分，而且稳定能复现，即便只是高了 1%， 但是这样的情况也确实有些奇怪啊。功耗方面，通过 PowerZ 读到板上的功耗大约是40瓦，如果去掉静息时的10瓦，那功耗大概是28到35瓦的样子。原生软件还有 7zip， 压缩解压缩是可以正常测试的，压缩和解压缩的成绩在88到90之间，压缩性能对比 R9 有一定优势，解压要略微差一些。我们也试了一下转译性能，这个项目转译损失不大，能够跑到78。来到 Cinebench 这边，2024需要下载针对 ARM64 的版本，普通的64位版本会提示缺少 AVX2 指令集无法运行。安装了 ARM 版本之后，78100的单核性能表现平平，几台机器差不多是同一水平线。我们也加入了 Mac 的成绩对比参考。同为 ARM 架构的78100在 R24 单核上是打不过 M1 的，这确实有些让人大跌眼镜啊，白高兴了。多核这边78100稍微找回了一点场子，12核在 R24 里跑出了1113分，比65瓦的 185H 高了 6%， 但可别高兴太早啊，跑的过程中 PowerZ 上的功耗读数来到了85瓦，基本上把90瓦的适配器吃满了，还伴随着电池小几瓦的放电，意味着 SOC 功耗应该是来到65到75瓦了。这个能效情况就比较接近X86阵营的水平了，优势是比较小的。
CPU sensor 的温度呢，分别是88和94度。无畏 Pro 15应该是首发阵营里散热最好的型号了。对于其他一些小尺寸、散热弱一点的机器，那估计是跑不到这个分数的。看完了原生性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没有原生适配的性能测试。首先是我们最常用的 Cinebench R23，它是转 E 运行的，实测多核得分只有12020分，单核呢也只有1097分。对比 X86 平台，这个成绩差不多打平 U9 在28瓦下的成绩，也就意味着转 E 会出现接近50%的性能损失。另外，转 E 后单核性能也会下降很多，直接影响日常软件使用的性能。R15同样也是转 E 运行，情况稍微好一些，多核2399分，成绩跟 Ultra 9相比，大概在它28到40瓦之间的水平。单核214分，对比 Ultra 9有接近29%的差距。转 E 时的功耗表现也比较糟糕啊 ，PowerZ 的读数跟 R24跑分时接近，84瓦左右的功耗加电池取电，意味着有差不多75瓦的 SoC 功耗。同时意味着除了无畏 Pro 15，其他机器压根是跑不到这个性能的。同样，我们也试了一下离电状态下的性能表现，成绩比插电状态下要低了10%。但是我们抓了一下放电功率啊，全程在65瓦附近。如果一直保持高性能运行，那这个续航应该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那 GPU 这边我们也分成了原生和转 E 两部分。首先来看一下 ARM64 原生支持的 Wildlife Extreme Unlimited， 这个测试的得分为6429分，仅略低于112 EU 的 X1 LPG， 看起来还行。但同样是原生的新测试软件 Still Nomad Lite 成绩看起来就不咋样了，只有2050分。对比之下，128 EU 的 X1 LPG 可以跑到3696分，比 Adreno X185 高了80%。上面呢是原生的跑分啊，在 Windows 平台常用的 TimeSpy 和 FSE 是转 E 运行的，表现也比较糟糕。Adreno X185 的成绩均要远低于 780M， 就更不用碰瓷 Arc 加的核显了。功耗方面，图形测试比 CPU 测试的功耗就低很多了。板上的功耗视不同的场景，大概是20瓦到30瓦，折合下来 SoC 功耗估计是10到20瓦。对于1250兆赫兹频率的 GPU 来说，这边功耗应该是比较接近的。那接下来的游戏实测，我们挑了几个能对比的来看一下它的表现。首先是兼容性最好的古墓丽影暗影，1080p 最低画质 ，Adreno X1 的成绩是37帧。作为对比，128 EU 的 X1 LPG 配合 Ultra 7的成绩是68帧左右，而 780M 配合 8845H 的帧数是71帧。高通相比两者的成绩都是大幅落后的。唯一稍微好看点的是 FF14。X1E 78100跑到了平均72帧，这项要比 AMD 强，但是也远不及 Ultra 7跑出来的帧数。2077的 Benchmark 成绩比较感人啊，1080p 属于不能玩的级别，除非进一步降低分辨率到马赛克画面，不过能跑啊。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高通和微软做了一个 Auto SR 的超分辨率功能，大概是通过 NPU 的运算帮游戏进行超分，有点类似于 DLSS 和 FSR 那种功能。实测了一下，首先是兼容的游戏比较少。好几个都提示不兼容，其次是对分辨率设定有要求，分辨率不能高于900p。不过有新的超分功能总归是好事啊，看看未来性能提升并且大范围适配之后效果会不会好些吧。再来看一下功耗，游戏部分的功耗要比纯 CPU 重载来的好得多，板上功耗在45瓦到60瓦之间居多，核心大概可能是35到50瓦，这个功耗大部分高通的机器应该都能达到。其他项目我们还测了原神崩铁，总的来说帧数很一般。你说不能玩吧，它能进游戏，能玩能运行，但实际玩起来各种奇奇怪怪的贴图 bug， 零帧卡顿，还卡好几秒，体验远不如 780M 和 X1 LPG 核显来的实在。总的来说，高通 X Elite 的性能和功耗表现要分情况讨论。原生应用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体验跟 X86 的轻薄本几乎一样。而且功耗方面，根据不同的软件的区分，会低于或者接近 Intel 跟 AMD。这部分性能可以反映一些第一方应用或者已经支持 ARM64 的第三方应用的性能。转 E 应用的表现并不乐观。从 Benchmark 测试成绩来看 ，CPU 和 GPU 都有40%到60%的性能损耗，这在大部分非 ARM 原生的软件、游戏都能体现出来。游戏的表现呢不太好，目前很少有 ARM64 的原生游戏，大部分已经适配能正常运行的游戏呢都是转 E 的。相比主流核显轻薄本，它们在平均帧、游戏体验上都有一定的差距。轻度娱乐的游戏，像《植物大战僵尸》，它确实能够流畅运行，但是对性能稍微有些要求的游戏，体验都不太好。除了帧率低，还伴随着闪退、卡顿。在 PC 上，这颗芯片目前并不适合用来打游戏。功耗和温度的情况没有那么理想。目前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软件来读到 SoC 准确的功耗。
但是R24跑到1100分需要90瓦适配器满功率输出，加上电池取电，着实让我有些绷不住啊。完全没有达到像我期待那种性能很强的情况下，功耗很低。锂电时性能有一定的损耗，取决于电池输出功率。当然，这跟高通供电芯片的输出方式应该是有关系的，毕竟本来就是针对功耗更低的移动平台来调教的嘛，比 X86 平台好也是合情合理的。那性能表现不及预期，其他部分呢？比如续航，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跑了一下我们中高负载续航脚本。由于网易云音乐并没有 ARM64 的支持，我们把它换成了 UWP 版的 QQ 音乐，它是原生支持 ARM 的，其他软件均为原生 ARM 版本，其余设置则保持不变，200尼特亮度最佳能效模式。在这个环境下，它的续航时长来到了650分钟，接近11个小时。开始我们以为是测试出现了问题，尝试重新测了好几次，甚至用了其他搭载 X Lite 处理器的机器测试，差不多都是这个水平。我们对比了以往其他机型的续航成绩，发现高通 SoC 的 Windows 机型在续航上确实有一定优势，每小时的耗电大概是在5瓦到7瓦时左右，可能仍然不及 M 芯片的 Mac 那么变态的能效啊。但是相比一众每小时耗电10瓦左右的 X86 Windows 笔记本，它的成绩算是比较出众的。个人认为，对于日常这种长时间的锂电使用场景，尤其是看视频、简单刷下软件、聊聊 QQ 这些 ，X Lite 确实有一定的优势。日常用起来不会像 Intel 或者 AMD 机器那种放在那儿一会儿就没电了的那种情况。但也仅局限在那些简单的场景啊，如果稍微复杂一些的应用，那它的续航还是不会违背物理定律的。这期视频已经很长了啊，关于这颗 CPU 的架构、兼容性、性能、续航相关的内容，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如果你想要深入的了解这颗处理器，像 spec 跑分、核间延迟，甚至是跟 M 系列芯片的 PK 内容，可以催更一下隔壁的视频。剩下的就是我们传统的拆机环节了。这台电脑拆机并不难，拧下底面的全部螺丝即可取下后盖。这台电脑内部的布局跟常规的 X86 笔记本看着差不太多。从结构来看，内部空间有大面积的浪费，推测是基于14英寸的机型拉皮得到的。网卡是板载不可更换 ，M2 接口只有一个，无法扩展硬盘。硬件数据我们测试了屏幕和硬盘，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散热方面，这台电脑用了3热管双风扇的散热模组，其中一根用于均热，内存和供电都有散热模组覆盖。我们通过 R24 压力测试来验证它的散热情况。全速模式跑30分钟之后 ，CPU 在 3.2 到 3.4G 赫兹之间波动 ，PowerZ 读取的输入端功耗在70到84瓦之间 ，CPU 传感器读到的温度分别是79到81度和85到87度。我们切换到转速较低的高效模式，此时频率大约在 3.0G 赫兹附近，输入端功耗为55瓦，温度降低到了72度和75度左右。表面温度看图，由于风扇转速提起来了，因此呢，机身表面并不是很烫。噪音方面，全速模式下噪音在56到57分贝之间波动，高效模式为48.1分贝。这个功耗下的噪音表现跟 X86 平台接近。OK， 看完了以上全部内容，相信各位应该对它已经有了一定了解了。这里我们不按惯例了，分别对无畏 Pro 15和骁龙 X Elite 各总结3条优缺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最后，我们来回到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从成熟的 X86 平台换到 ARM 平台呢？从兼容性来看，它的实际表现是满足日常简单使用的，但是专业用户不适合用它来干活，专业的游戏玩家也很难用它来打3A 游戏、竞技类游戏。不过，从营销层面来解读的话，高通为了抢占 PC 市场，配合微软大力推动 ARM64 软件的适配，开发者如果能尝到甜头，那未来应该有更多软件原生可以跑在 ARM 笔记本上，届时它的性能也能完全发挥。从性能能效来看 ，CPU 和 GPU 的绝对性能一定不是它的优势项目，而面对不太看重性能的轻日常、轻办公，它反而是比较在行的。再配合 X Elite 产品的体型优势，它用在长途出行上如鱼得水。因此，如果你用电脑更多是来看图纸，不是画图纸，且需要长时间离电的场景，那 ARM 处理器的进步确实很大。再加上机身相对比较轻薄，适合一些对电脑性能没太大需求，只要有个电脑就行的用户当成日常的主力 PC 来用。但在更加传统的干活场景，它的综合性能、兼容性并不能超过 X86 的产品，因此我无法说服你换到 ARM 平台。哎，等等，差点漏了最重要的一点啊，它的价格。高通的机器实在是太他妈贵了，以无畏 Pro 15举例，比同为 U7 版本的它贵了2000块钱，除了续航突出，其他都不行。好像目前除了 Surface 看起来没有涨价以外，其他的 OEM 的骁龙机型啊，都要比同型号的酷睿版更高，更不用说锐龙啊。
就算对模具做了优化，我认为这部分的溢价也是完全不值的。我记得2年前做了8C 正3平板那会儿，高通的机器普遍也就3000到4000块钱，现在翻了1倍啊！我的天，只能说真有你的高通。最大的问题，我认为还是高通出牌太慢了。如果能够在去年夏威夷会议发布时就直接拿出产品，英特尔还没有出 Ultra，M3 还没有上市，那高通的性能还可以跟竞品同台对抗。但现在 M4 都出来了，伦奈 Lake 也箭在弦上了，高通完全没有了性能优势，还要面对兼容性的问题。有种2王带着4个2憋在手里的感觉，但也不要灰心啊，性能不够，下代工艺来凑嘛。至于兼容性嘛，从 X86 切到 ARM 一定会有阵痛期的，苹果也是这么过来的。只要高通能够继续推动 ARM 生态的发展，继续提高芯片性能能效，那未来移动端低功耗平台 WAA 产品一定会有一席之地。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对你有帮助，不妨来个长按点赞，给我们来个1键3连支持一下，你们的赞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交流买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这是比巴评测室，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